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讨论一下系统频宽是不是越大越好呢？这个问题也是蛮多人问我的，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那首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使用的是布杰响应图。那首先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条线是我们预定的一个方坡图，就是说我一开始从时间等于0的地方呢，我要求我的输出会以这个方式呢来进行，就是说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参考值为0，然后在时间0的瞬间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这边要等于1伏那我们的 reference 就是从0跳跃到1伏，然后恒定为1伏。然后呢，如果我的频宽是100赫兹的情况下呢，大约会是在0.05秒的时候呢追到大概在9成左右，然后大概在0.1秒的时候呢，会追上我这个系统的一个目标值。那如果我把的频宽变快呢，比如说我变成200赫兹、500赫兹、1000赫兹，那从这张图来看，确实这个频宽越高，相对就是我的系统速度是变快的。那从这张图来简单来分析，也可以感觉到系统频宽确实是越高越好，因为越高我能够追到的系统的一个参考值呢，或是说追到系统的一个目标呢，就会是最快的。但是通常快人讲假电动破万嘛，快有没有什么缺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影片来简短介绍的事情。那我们从这张图来看就是频宽，在我们上一个影片有说到，频宽所代表意思就是当我的增益通过0dB 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增益通过0dB 的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叫做频宽。那频宽呢，它必须远离我们奈奎斯特频率，就是这一个频率，我们把它对下来，这条线叫奈奎斯特频率 Fn。那一般是要低于它10倍频以上。那以类比来说，奈奎斯特频率就是我们 P 端频率所以就是 P 端频率除以10就可以了。那数位呢，奈奎斯特频率呢是在2/2那个 Fn 的F 应该说 Fp 的 m， 就是说你 P 端频率呢除以10还不够，因为呢它的 Fn 会等于2倍的P 端频率一半。比如说我的 P 端频率假设以这张图来看，大概是250K。250K 如果是数位的情况下呢，它会在150K 的时候呢，会往前移2倍频Fn 会往前移2倍频。那你的频宽呢就不能太高所以一般数位是除以这个1/20就这么来的。好，我们把这个图清空一下，再继续解释。好，我们看这张图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频宽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要探讨问题并不是这个频宽的最大极限了，刚刚已经简单的说明一下了。那我们现在探讨问题是频宽是不是越大越好？如果大会发生什么事？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前面的影片有说到什么叫做 phase margin 什么叫 gain margin， 而且是必须是符合的，对吧？因为不能发生负1的状况。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当我的频宽往右移的时候，假设我可以把我的频宽往右移，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我的相位是往下的，那它就会发生一个限制的问题，就是我的频宽在往右，如果我频宽需要加大，让我系统变快，那我的相位呢必然是下降的，因为这边受到我的奈奎斯特频率的影响。所以频宽在加大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限制？就是你的 phase margin 是不足的，通常是不足的。所以呢，频宽越大越好吗？并不是，频宽越大有第一个先决条件，你的相位余域必须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说45度以上是一定要完成的，甚至为了量产的考量，你总不能一台45度，第二台变44度嘛。所以一般我们标准在设计上大概是50、60甚至70度为一个设计考量。所以频宽在往大的方向在走的时候呢，变高的情况下来走呢，就要考虑到第一个限制了，就是你的相位余域是否开始下降，而且是可预期的可能没办法达到稳定的条件这是第一个条件了，就是速度变快了，但是频宽呢变高，然后让你的系统速度变快了，但是你的相位余域不够了，系统变不稳定了，这是第一个限制。那还有第二个限制是比较少人在讨论的，因为它刚好跟我们想要的东西刚好相反，就是说
我们系统频宽变高的时候，为什么系统的速度会变快？是因为频宽指的过0 dB 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个框起来，这叫频宽的一个区域范围。什么叫区域范围呢？在这个频率以下，就是低于这个频宽以下的这一段频率，都是我们的频宽所能够处理的范围。那你能够处理的范围频率越大，那你能够处理的反应就会变快，因为你能够处理的干扰来源的频率都是能够被你看到，然后你去处理它的。但换言之，反过来说，就是高频的东西你也能够处理，你也能够看到，但反过来说，如果高频的东西是个杂讯呢？所以在频宽变高的情况下，它在系统在某一个程度上它反而是不容易变成没那么可靠的。原因是在于你怎么避免系统的频宽在处理不应该处理的频率。比如说我曾经做过一个东西，它是做 PFC 的，那它的 PFC 的一个频宽呢，它为了把这个 Power Factor TFC 做得很好，它频宽就一直加大，一直加大，一直加大。结果呢，它的 PLC 就在实验室都没问题测起来效能都很好，但是一旦接到试电上它会发生谐振而震荡，然后最后炸机甚至在 EMI field 产生谐振，然后炸机。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它的频宽做得太高那个朋友他把 PLC 频宽做得太高了，做得太高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问题。本来我控制 PFC 是控制我 PFC 上的一个电感，结果它这个接上试电之后从你家插着试电，然后这个电是从很远的地方，可能有一个变压器，整个一个电线杆的变压器转换过来的。这个线路上的电感可能电线老化或什么原因，它整个电感呢，事实上是比你内部的电感是大的，所以你在控制的时候，事实上你控制并不是你这个串联电感的，而是整条电线上的串联电感。这时候很容易跟试电发生一些谐振。那如果你频宽低呢，倒无所谓，因为低当然缺点它的 PFC 的比如说 Power Factor 啦、TSD 啦，相对可能会低一点点。但是呢，因为它看不到那个频率，所以它不会去反应它。但是如果你频宽高，你为了让你 TSD 好用频宽这个方法，那你就会造成一个问题了。那你就会去处理这个频率，但这个频率呢是谐振频率，是不应该去反应它的，然后你就去加剧了这个谐振的反应，然后最终导致 PFC 前面的 EMI filter 呢炸掉。那你可能会问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来换个颜色。所以那时候我给那个这个朋友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根据我们实际的一个应用习惯我们一般 PLC 的频宽通常是低于 3K 的这是一个习惯，就低于 3K。为什么呢？因为谐振频率通常跟试电之间的一个谐振频率一般是在3K 以上那你在 3K 以下就有一个好处，当系统真的发生这个跟试电之间的谐振的时候呢，它是不会去处理它的，因为系统看不到嘛，那就不会去震荡，那就可以保护PFC 不至于发生谐振问题。但是呢 Power Factor THD 却变不好，那怎么办呢？那变成说一般我们会是一个比较低频的方法，但是它会去透过一些条件去解决。比如说我把输入跟输出之间去耦合，那这就也是一种 feed forward 的 control， 或者所谓的前馈控制法。就是说我给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频宽呢尽量的不要去超过奈奎斯频率除以10这个频率点以上不能超过。然后呢，在合理情况下呢，其实是越低越好。能够用 feed forward control 的方法是最适当的方法，但这种东西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这是个人的一个建议。那关于 PLC 这个议题呢，有机会我再开创另外一个影片系列来跟大家从头说明PFC 的一个原理跟怎么改善它的 THD， 改善它的 Power Factor， 它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去改善，但并不需要把频宽拉到最高前阵子我在 Facebook有看到一个人在问这个频宽为什么不要那么高频宽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今天一个简短的影片，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频宽。当然很直觉来看，越高系统的速度就越快，感觉是更好。但事实上它带来2个挑战，一个就是你对于高频不应该处理的高频你怎么办？第二个是在高频宽情况下，你的 phase margin 其实是下降的，那你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稍微深思一下。
稍微去探讨一下，对于未来在设计电源时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OK， 那谢谢大家的观赏，也希望这样的影片对大家了解频宽是不是越大越好这样的问题呢有所帮助，谢谢。